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，地瓜是害人蔬菜，不仅升糖还致癌。医生提醒，别这样吃就没事。天气转凉了，在街边的某个角落里面，总能够闻到烤红薯的味道，香甜诱人。相信大部分人都难以抵抗它的诱惑。小李下班后买了一块回家，打算吃着热乎的烤红薯。来一集电视剧在冬日里面既暖身又暖心，可刚吃了几口便被妈妈阻止了。因为小李的家庭有遗传的糖尿病史，妈妈怕他吃太多这种淀粉含量高的食物，不注意养护身体，年纪轻轻就导致血糖偏高。小李对此有些疑惑，他在网上看到的科普是，红薯是属于粗粮，富含多种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同时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等的营养成分，还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，抗衰老，在抗癌和降糖方面也发挥作用，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。可经过妈妈这样一说，他又觉得有道理。到底地瓜对人体是有害还是有益这个问题，大众的观念都是褒贬不一的。有的人认为地瓜可以治便秘，也可以降血糖，但有的人却说地瓜对身体有害，尤其是烤地瓜，甚至会致癌。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地瓜对于血糖的影响。地瓜是一种常见的食物，但是老百姓的评价褒贬不一，有人说它是能够降血糖，有人却认为它是害人的蔬菜。这个问题值得探讨。医学上通常会用血糖生成指标 GI 来衡量食物对血糖的影响。地瓜的 GI 会根据烹饪的方式有所变化，煮熟后为77，去皮烘烤为90左右，超过了白糖，接近葡萄糖， GI 等于100。如果在正餐之外额外的摄入地瓜，就会增加血糖生成，尤其是烘烤的方式会导致地瓜的水分流失，含糖量更高，升血糖更快。因此建议糖尿病患者最好少吃或者是不吃地瓜。但如果在糖尿病患者血糖稳定期，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地瓜，最好将其代替一部分的主食，加入到正餐整体规划，严格把握摄入量。同时可以搭配奶类、豆类、肉类、蛋类等的高蛋白食物，蔬菜、瓜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来平衡血糖变化。吃地瓜还不止对糖尿病患者有影响，因为地瓜中还含有氧化酶，这种物质如果摄入过多，会在胃肠道中产生气体，从而引起腹胀、腹泻的症状。所以本身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人更应该的谨慎食用。同时地瓜中还含有大量的钾离子，对于肾脏功能不全的人非常不友好，因为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，如果本身就受损了，无法正常的排泄，物质钾离子就会堆积在体内，严重的就会引起高钾血症。地瓜对于血糖的影响明了了，但也有人认为它能够抗癌。这种说法让很多的癌患抱有希望。真的有科学研究证明地瓜能够消灭癌细胞吗？日本国立癌症预防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的研究，发表了一份抗癌蔬菜排行榜，地瓜排名第一。其中熟地瓜的抑癌率达到了 98.7%， 生地瓜的抑癌率达到了 94.4%。 看到这个结果，先别急着去买地瓜，想要靠地瓜来抗癌是不可能的。地瓜能抗癌主要是因为地瓜里面含有的糖脂、储存蛋白等的成分，这些成分在动物实验或者是细胞实验中的确具有抗癌的作用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在人体身上就一定有效。临床上进行过的试验都缺乏权威性，要么是样本太少，要么就是地瓜的提取物起的作用，都不能证明地瓜具有抗癌效果。抛开抗癌这一点，地瓜是一种营养齐全而且丰富的食品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以蛋白质含量为例，地瓜是等量大米的7倍。以胡萝卜素为例，地瓜是等量胡萝卜的 3.5 倍。其他的维生素、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比较高，能够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。而且地瓜中的绿原酸可以抑制黑色素的产生，
简单来说，就是能够预防雀斑、老年斑的产生，具有一定的抗老效果。另外，地瓜中还含有比较多的元素，这种元素是有利于预防高血压的产生，而且地瓜中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能够促进胃肠道的游动，预防便秘，有一定预防直肠癌的功效。吃烤地瓜会得癌症吗？其实不仅仅是烤地瓜内含有致癌物，包括烤地瓜在内的很多烘烤的食物都具有致癌物。这些淀粉类的食物经过140摄氏度的高温加热后，会产生丙烯酰胺类的物质、杂环胺类以及苯并芘类的物质。这些物质的确是具有致癌的效果，但是这并不代表烤地瓜就不能吃了。经过烤制的食物内一般含有的致癌物数量很少，偶尔吃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问题，不要经常大量的食用即可。再加上街边的烤地瓜、玉米等都是带外皮烤制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内里很难会产生致癌物，在食用时剥皮即可。3. 吃地瓜要注意什么？1. 食不过量，凡事过犹而不及，吃地瓜也是如此。地瓜内含有大量的淀粉，食用过多会导致胃酸分泌过多，容易引起烧心、反酸以及腹胀等的症状出现。建议每天食用地瓜不要超过100至200克。另外，最好用地瓜来代替部分主食，不要顿顿把地瓜当成主食来吃。2. 胃肠不好的人少吃地瓜。地瓜含有的糖分也比较多，摄入过多的糖分会增加胃酸分泌，增加胃肠的压力，所以肠胃不好、脾胃虚弱的人应该少吃。3. 变质的地瓜不要食用。地瓜不建议长时间的存放，容易发霉，产生致癌物黄曲霉毒素。发霉的地瓜不要食用，以免中毒。虽然地瓜抗癌和降血糖的功效不明显，但毕竟是属于营养价值高而奇的食物，总归是能给身体带来很多好处的。也要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，才能够发挥它最健康的功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